这是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是德国纳粹最不愿被揭露的伤疤。谁能想到世界军事历史上的著名战役竟然深系一颗小小的药丸？那些血洗欧洲的纳粹士兵竟然都是人造战士。Unsere Gegner sind schreiend heute raus. Deutschland soll untergehen. Und Deutschland kann Ihnen nur eine Antwort geben. Deutschland wird siegen. Und Deutschland wird deshalb siegen. 提到纳粹德国呀，人们第一时间想到的往往是熊熊战火、惨绝人寰的集中营以及残酷的大屠杀。但是如果把时间回溯到那个风云诡谲的年代，你会发现还有一股无形力量深深扎根于当时的德意志，它就是毒品。那位狂热的针剂爱好者、吸毒的瘾君子阿道夫·希特勒固然声名狼藉，然而鲜少有人知道，在整个纳粹统治期间，毒品不仅是权贵的任性奢侈，它更是这个残暴政权的隐秘动力。本期视频让我们重温二战，看一看毒品是如何成为纳粹的秘密武器，又是如何在那个血与火的岁月里，最终将鼎盛的德意志第三帝国推进了历史的深渊。说1805年21岁的德国药剂师弗里德里希·瑟图纳成功提炼了晶体吗啡以后，人类药物史就此迎来了重大转折。欧洲各大药房纷纷兴建正规的药厂，还统一了药品标准。短短几年时间，人类医药技术直接飙升好几个档次，吗啡也迎来了它的高光时刻。特别是1805年针剂诞生以后，这个吗啡的势头变得一发不可收拾。1861年的美国内战和1870年的普法战争，吗啡针管几乎泛滥成灾，不少药房见财起意，纷纷加入到吗啡的生产与销售，顺便把兴奋剂产业也给带火了一把。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两家公司就是德国的达姆施塔特恩格尔药房和拜耳公司。拜耳公司不用多说，迄今为止都是世界500强的知名药企，曾经创造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款人工合成毒品海洛因。至于恩格尔药房呢，乍听之下好像不太出名，但是如果提到药业巨头默克公司，是不是就有点耳熟了呢？这个恩格尔药房就是医药巨头默克公司的前身。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19世纪靠药品毒品发财的都是德国公司呢？说在19世纪初期的德意志有几十个小邦组成，银行业和金融业还不发达，很难为大额投资提供资金和风险保障。那么这种情况下，德国人想要做生意，只能投身于低投入高产出的化工业。依托德国领先全球的教育体系和理工学院网络，高素质的化学家和工程师源源不断，企业和学术界紧密合作，这样呢，也就在极短的时间内让德国研究领域硕果累累，各类发明专利层出不穷。从此就让德国呢成为了那个年代的世界工厂，也让德国制造成为高质量的标志。由于人工制造过于发达，那么制药业呢很快成为德国经济发展的重点，不仅占据了全球药品市场的大部分份额，还成为世界各地化学原料的主要供应商。这其中呢就包括吗啡和海洛因。出货量有多大呢？根据资料显示从1926年开始，德国就成为了世界吗啡第一制造国，海洛因第一大出口国，98%的产品都远销海外。从1925年到1930年之间，德国制造的海洛因高达91吨，占世界总产量的 40%。 即便在1925年有了国际鸦片公约的约束，德国的鸦片生产也从未停止。到1928年，德国生产的鸦片总量仍然维持在200吨左右。此外呢，在可卡因的生产销售中，德国药企也是遥遥领先。光是默克、柏林格、英格汉和基诺这3家药厂的可卡因产量就占了当时全球产量的80%。德国汉堡更是成了欧洲最大的可卡因原料中转地。不仅如此，他们还搞了个鸦片与可卡因专业协会，一手捞利润，一手操盘全球毒品市场，直接就把德国干成了毒品王国。什么东南亚金三角中东金新月、美国直属供应商墨西哥，在那个时候的德国面前根本不够看。
然而和欣欣向荣的这个毒品生意相比啊，德国国内的状况却是一片死寂。一战惨败以后，恶性通货膨胀把马克贬到连废纸都不如，4.2兆马克才能换$1。这个社会一乱呢，毒品就成了逃避现实的一个出路。电影院里边放的是可卡因和吗啡题材的电影，街边小店卖着各式各样的毒品。柏林的从业医生有40%都是吗啡瘾君子，娱乐场所更是把娱乐、毒品和旅游业发展成了规模，把柏林变成了欧洲游客最刺激、最便宜、最具冒险精神的旅游胜地——毒品乐园。就在这样一个动荡的时期，纳粹党跳了出来，他们把德国全民嗑药的这个现象通通归咎于魏玛共和国的统治不力，宣传只有纳粹主义才能挽救德国，并且坚定表示要禁毒。借由这个契机，希特勒和他身边的亲信开始大动脑筋，为他量身打造人设。你们这些人不是整天嗑药吗？那我希特勒就做不抽烟不喝酒的禁毒斗士。你们不是酒池肉林吗？我希特勒就做不近女色的禁欲主义者。种种因素作用之下呀，在随后的几年时间里，希特勒和他的纳粹党发展极为迅速，很快就夺取了政权。公元1933年，纳粹党成为德国国家议会第一大党。这年1月30日，希特勒被总统兴登堡任命为德国总理，而围绕德国的禁毒运动也在纳粹登台以后随之展开。Dass aber hier das Recht von 80 Millionen zur Diskussion steht, nicht eine Partei oder eine Bewegung. Denn was bin ich endlich? Ich bin nicht deutsches Volk als ein Sprecher. Ich bin als der Vertreter eines Rechts. 和现在的禁毒运动不太一样，纳粹开展大规模禁毒的目的之一被认为是为了种族净化。这个区别在哪儿呢？就拿强制戒毒这一件事来说，我们今天的强制戒毒是为了让吸毒人员能够正常生活，帮助他们重拾健康，回归社会，从瘾君子做回普通人。当然这个可能有点理想化，其中的难度很大。可是纳粹实行的这个强制戒毒就是简单粗暴的一棒子打死。1933年11月，纳粹颁布了一系列新法令，其中关于强制戒毒的这个法条规定，只要是吸毒人员就要被关入封闭机构，进行长达2年的强制戒毒。如果戒毒效果不理想，法院还可以无限延长戒毒期，只要被判定无限延期，这类吸毒人员就要被收押进集中营。至于到底谁这么倒霉被送进去，决定权全在禁毒中心制作的一张调查卡片。为了强化统治纳粹还把禁毒和国家监控体系捆绑在了一起，在每个纳粹党大区成立了禁毒工作委员会。这个成员呢，大多是医生、药剂师、社保人员，还有司法部门代表，以及军警和公共福利组织。这些人共同组成了结构严密的反毒品网络，源源不断的给柏林的帝国卫生局、帝国大众卫生委员会提供吸毒者的资讯，顺便还控制了酒精和烟草的买卖销售。名义是禁毒，实质是种族划分加社会一体化监控。发展到二战爆发以后，纳粹禁毒中心发明了一种无痛死亡，用注射过量海洛因的方式杀死大量所谓有犯罪行为的精神病人。说这纳粹反毒品反得这么极端，那德国的毒品是不是就此绝迹了呢？还真没有。那个电视剧《潜伏》里面有句著名台词，叫嘴上全是主义，心里全是生意。尽管纳粹的禁毒运动一度影响了德国的吗啡和可卡因的产量，但是并没有阻挡德国药企的发财之路。他们很快发现合成兴奋剂类产品大有前景，特别是一家名为泰姆勒的药厂。1936年希特勒为了宣传纳粹的政治主张，在首都柏林举办了第11届夏季奥运会。在这次奥运会上，一种名为苯丙胺的兴奋剂引起了泰姆勒药厂的首席化学家豪希尔德博士的注意。这款从美国进口的药品不仅属于合法兴奋剂，而且十分畅销。于是呢，这个豪希尔德博士当即决定将泰姆勒公司所有研发资源全部投入到苯丙胺的研究当中。他坚信这种药效强大的能量剂一定会成为德国的必需品。然而在研发过程中呢，
豪希尔德却没有一味的追求苯丙胺的研究，而是借鉴了日本化学家的经验，改进成了更为强劲的甲基苯丙胺。没错，这就是今天人们所熟知的冰毒。这款人工合成的强力兴奋剂它的化学结构和苯丙胺极为相似，是1893年日本化学家长井长义从麻黄碱中分离出来，1919年由旭方章完成晶体化，1937年秋天泰姆勒药厂成功研究出了一种全新的甲基苯丙胺合成方法，又对产品进行了些许改造，在当年10月底向德国专利局提交了产品专利申请。他们摇身一变就成了首例由德国人自行研制的甲基苯丙胺产品，并且药效远超美国产的苯丙胺。泰姆勒公司呢将其命名为百菲丁。服用这款药物之后，服药者会感到头脑清醒、体力充沛、意识敏锐，自信心和思维速度明显加快，并且伴有奇妙的幻觉，浑身轻松舒畅。因此呢，泰姆勒药厂根本就没有考虑过什么副作用问题，直接就张罗起了市场推广。和拜耳公司销售海洛因一样，泰姆勒药厂最先打起的是广告战。他们效仿美国的可口可乐，在柏林的大街小巷张贴广告和宣传海报，还把一份3毫克的百菲丁试用品邮寄给柏林的每一位医生，用亲身体验说服他们帮自己卖药。泰姆勒药厂的这个医药代表们也全体出动，走访了德国各地的大小诊所、医院和大学门诊部。他们声称可以改善抑郁者的情绪，治疗女性性冷淡，缓解毒品戒断症状，以这些作为卖点大肆推广宣传。就这样，在广告和医生的双重攻势下，百菲丁很快就变成了灵丹妙药。德国各个阶层的老百姓争先恐后购买这种药物，用于提高自己的工作效率和学习效率，甚至连纳粹党和党卫军成员也成了这种药物的粉丝。与此同时呢，希特勒的改革也变相催动了百菲丁的销量。1933年希特勒刚上台的时候，很多人都预言说这位新总理会很快倒台。可是几年时间呢，希特勒的口碑就有了180度的大转弯。这一方面是他把德国严重的经济问题给解决了，让德国在全球经济危机的情况下实现了近乎零失业率的全民就业。另一方面呢，则是他以高超的外交手腕占领了莱茵非军事区，吞并了奥地利，还没有受到其他各个强权的追究。这些成就让当时的德国人产生了国家崛起的错觉，认为时代发展如此之迅速，自己一旦不努力、不内卷，就会落于人后，成为时代的弃儿。于是乎，德国人开启了比996、007还要残酷的工作竞争。别人1天能干完的活，我就半天干完；别人连续工作5天，需要休息2天，我就7天全工作，1天也不休息。精神和身体顶不住了，怎么办呢？好办，吃几粒百菲丁就全解决了。发展到后来，德国人已经没人睡午觉了，只要感到疲劳，就来2颗药丸。这个时候，嗑药的风潮还仅限于民间，并没有影响德国的权力机构。很快，德国国防军中一位有理想有抱负的少校军医站了出来，让民间流行的这股歪风一股脑就刮进了德国的军营。说这位少校军医叫做奥托·弗里德里希·兰克，年仅38岁就当上了柏林军事学院普通和军事生理学研究所的负责人。听上去很光鲜，可是在1930年代，生理学可是太边缘了。这个兰克的日常工作是通过医学手段改善士兵的身体机能，避免他们过度消耗丧失战斗力。听着跟今天的营养师、保健师差不多。所以兰克一直不甘心，总想凸显一下自己的价值和工作重要性。因此在工作之余呢，他还总玩点跨界，搞一些军备小发明，比如辨别伪装色的目视仪、摩托兵专用的防尘眼镜、非洲军团的防弹透汗钢盔，都是出自兰克博士之手。可即便是这样，德军里边仍旧没人把兰克当回事。截至1938年，兰克的研究所除了他自己，只有1名助理医生、3个实习生以及几个平民打字员。为了打破事业瓶颈，兰克博士决心为德军开发一种威力巨大的小药片当神器。经过多年研究呢，兰克认为说这个德军的最大对手不是现实中的敌人，而是疲劳。他认为
所以一个战士不管多能打，只要他睡着了，就约等同于废人，照样会被敌军包围，会被打死在阵地上。而战争的输赢往往只在一瞬间。于是呢，兰克就将战胜疲劳列为自己的研究主要课题。正好这个时候啊，他看到了一篇刊登在医学周刊上的论文，论文内容是百菲丁多么多么好。本来的出发点是泰蒙勒公司为了卖药，可是兰克博士在看到文章以后，顿时眼前一亮，精神为之一振，因为在论文里面说百菲丁可以增加 20% 的肺活量，可以大幅提高氧气摄入量。这可不得了了，这两项数值是当时标志人体机能的重要指标，是兰克研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于是呢，为了测试百菲丁的具体效果，兰克博士组织了一场小规模的疲劳实验。他先是从学生中招募了150个志愿者，把这些人呢分成3个小组，分别给他们服用百菲丁、咖啡因和安慰剂，然后让所有人彻夜不眠地做数学题。结果发现呢，吃百菲丁的人即便连续答题10几个小时，仍然面色红润，精神活跃。虽说这个答题的错误率比较高，但是百菲丁可以消除睡意这一点对士兵而言已经足够了。就这样啊，兰克得出结论，认为百菲丁是让疲乏困顿的部队振作精神的绝佳药物，是一种极具军事价值的药品。在试验结果的激励下，兰克提出要在常规部队中进行更大规模的试验。可是这个打造未来战士的议题很快就流产了。一方面是德军负责卫生监管的军事官僚们比较保守，认为与其用药不如关注士兵的伙食搭配。另外一方面呢，是有关百菲丁是神奇药剂的消息很快就在年轻的预备役军医中传开了。当时的医学生跟现在的医学生都一样，学业压力极为繁重，并且竞争激烈，都想当最出色的那个，卷得太厉害，就有人想走点捷径。正好呢，听说了百菲丁的神奇功效，能让人成天不睡觉，还能写数学题，所以孩子们争先恐后购买这种药物，大把大把的吃，力求比别人多学一点。甚至有的学院还专门安排了房间给那些服药过量的学生用来醒神。有的学生在考试前几乎把百菲丁当饭吃。眼看事情闹大，这个兰克紧急叫停了准备再次进行的百菲丁试验计划，并写信给其他研究所的负责人，警告他们服药成瘾的危险性，要求整个学院范围内必须全面禁用百菲丁。可惜他的这个呼吁根本赶不上百菲丁在军营蔓延的这个速度，这款药早就已经成为德国军营里面的非官方常备药品。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作家海因里希·波尔就曾在给父母的家书中描述过他在军营染上药瘾的过程。1939年这个波尔原本是科隆大学日耳曼语文学专业的学生，应征入伍以后，他被派去了前线。他的军营生活极为煎熬，特别是每个响着警报的长夜，让他找不到释放的出口，身心被摧残的难以名状。为了缓解内心的紧张和压抑，每次波尔写家书的时候呢，都让父母给自己邮寄一些百菲丁，只有吃了它们，波尔才能在夜里站岗的时候打起精神。后来由于战争原因，部队允许睡觉的时间越来越少，经常是执勤48小时才能睡2-3个小时，铁人也很难扛住这种生物钟，以至于波尔严重依赖百菲丁和香烟，直到他后来成为一代文豪，这个习惯也没能戒掉。据博尔后来回忆，他当时最大的愿望就是战争早点结束。然而让兰克博士和士兵博尔没有想到的是，他们的诉求与愿望非但没有实现，反而随着战争的发展，情况变得越来越糟糕。1939年9月1日凌晨，纳粹德国以首批60个师的兵力跨过边界入侵波兰。德军以6个装甲师、1800辆坦克和4个机动化步兵师作为先锋，撕开波兰防线，把总数近150万人的大部队、30万匹马、托运的大炮和装备运往波兰腹地。同时数百架斯图卡俯冲轰炸机对波兰主要机场进行大规模空袭。9月17日，苏联也加入进来。仅仅2周，波兰的指挥体系几近崩溃，波兰政府不得不逃往罗马尼亚。9月27日伴随着1200架德军飞机向波兰首都华沙投下大量燃烧弹，波兰最后的抵抗意志也被彻底击溃了。达成停火协议，
成了波兰唯一的选择。经此一役啊，欧洲人终于意识到希特勒和他的纳粹党到底是怎样的洪水猛兽。7万波兰士兵阵亡，13万受伤，70万被俘虏。可是谁能想到，就是这么一场颠覆传统战争思维，开启人类机械化战争时代的里程碑战役，在德军的历史文献中竟然还隐藏着另一个不为人知的版本。就在兰克博士四处找关系想要阻止病毒蔓延军营的期间，很多军医为了即将到来的波兰战役，早就买空了各大药房的百菲丁。之所以这么干啊，一方面是当时的百菲丁还没有成为德国国防军的官方配给药品，很多军营的指挥官只能通过这种方式囤积药品。而另一个原因呢，则是很多指挥官和军医都认为百菲丁是士兵奔赴战场的最佳伴侣。1939年9月1日至4日，波兰战役最煎熬的3天，德军装甲兵、装甲师军官以及那些夜间长途行军的侦察营士兵们，都深深体会到了百菲丁带来的巨大好处。特别是对于承受巨大压力的装甲师指挥官而言，百菲丁提高精力、改善情绪的这个高效，让他们不管面对什么样的敌人，都自信满满，充满勇气和胆量。在兰克收到的有关于波兰战役中兵毒服用情况的军医报告中，绝大多数人都对百菲丁赞不绝口。比如啊，一名参与了苏德瓜分波兰的中尉就在报告中称说，吃下百菲丁之后，他感到头脑异常清醒，既没有头痛也没有耳鸣。在整整3天3夜的谈判过程中，百菲丁让他始终保持着稳定的情绪，即便是返程途中遭遇了波兰抵抗军的袭击，他也能快速正确的做出反应。第3装甲师也有军官说这种药对提升注意力、提高体能有奇效，可以让士兵们一整天精力充沛、头脑清醒。甚至在战争中后期，第9军的军医兴奋地表示说，他相信在大规模战役中，当整个军团都被派上战场的时候，有百菲丁的部队会比其他部队拥有更大的优势。尽管当时啊，也有不少军医心存良知，认为百菲丁致幻亢奋，有眼花和重影的现象，把这种药发给士兵，任其随意服用的做法极为不妥。但是面对波兰战役带来的巨大战果，大家都忽视了所谓的副作用可能带来的后果。然而就在这个时候呢，一个更为严重的问题摆到了希特勒的面前。1939年9月3日，英法两国终于对德国入侵波兰做出反应，正式向德国宣战。由于一战的历史教训就在眼前，英法德3国士兵谁都不愿意开第一枪，于是呢，两边打起了静坐战。在阵地上挂的横幅都是只要你们不开枪，我们就不开枪。之所以连发动战争的德国都按兵不动，不是希特勒不想动，而是动不了。据说当时希特勒一心希望尽快对法国发动进攻，最好在1939年秋天德军就行动。但是和德国相比，盟军不论是在装备上还是兵力上都占尽优势，特别是德国攻打波兰之后，德军面临2个急需解决的问题，一个是装备更新，一个是步兵师兵力不足，能上阵打仗的部队不足半数。根据后来公布的数据显示，当时的德军兵力总共不到300万，英法联军却是400多万。德国国防军要以135个师对抗联军151个师。武器装备方面呢，则更为悬殊。德军总共拥有7378门大炮，而联军有 1.4 万门。德军拥有2439辆装甲车，而联军的装甲车多达4204辆。不仅如此，就装备质量而言，德军也远远不如英法。单拿装甲车来比较啊，当时德军装甲车的最大厚度只有30毫米，法军则是厚达60毫米。最恐怖的是英国，得益于大英帝国海外殖民地源源不断的输血，英国的装甲车厚度直接干到了80毫米。而作为制胜关键的战斗机，德军也比联军少了近1000多架。军事领域有条规律是说，进攻者必须投入3倍于敌人的兵力，才能保证攻击行动的成功。基于这一点，德国国防军司令部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迟迟拿不出一份有制胜把握的计划。这样一来，战况对德军就非常不利，很可能演变成长期的消耗战。按希特勒的意思，即便如此，也应该破釜沉舟，背水一战。
可国防军总司令部却认为希特勒的这种想法无异于飞蛾扑火。陆军司令部的军官们更是和希特勒产生了巨大的分歧，认为只会偷袭和凭直觉行事的希特勒不过是个波西米亚二等兵，根本不懂什么军事。当时纳粹陆军总司令是瓦尔特·冯·布劳希奇，总参谋长是弗兰茨·哈尔德。两人私下决定，一旦希特勒发布了进攻命令，他们就立即逮捕他。没想到在1939年11月8日，有人用炸弹差点炸死希特勒，惹来这个希特勒大为震怒，提升了自己的安保系统。两位将领只好放弃了抓捕行动。也是在这年的秋天，另外两个德军高级军官也在为一个大胆计划举行了会面。见面的两人，一个是52岁的埃里希·冯·曼斯坦将军，另一个是比他小1岁的装甲部队指挥官，来自东普鲁士的海因茨·古德里安上将。在他们看来啊，德军想要取胜，唯一的机会就是派出大规模装甲部队，以闪电般的速度翻越比利时的阿登高地，拿下法国边境城市色当，向大西洋海岸发动突袭。当时英法联军预计德军会从北方展开进攻，把兵力都集结在了北路。如果按照上述这个计划进行呢，德军可以绕过联军的防线，从后方形成包围之势，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镰刀收割计划。这一计划的优势在于既可以帮德军避免一战时阵地战消耗战的覆辙，还可以通过对敌人后方偷袭战胜实力强大的英法联军，迫使其投降。一边是急于求战，一边是富有冒险精神的作战计划。希特勒与曼斯坦几乎是一拍即合，很快达成了共识。唯一令他们担心的就是突击部队能不能日夜兼程，做到一刻不停的行军。希特勒想当然地认为，说这个德意志军人理所应当的可以凭借意志力做到昼夜不眠，可是落到现实，让一个人高度专注工作40个小时几乎是不可能的，更不用提还要作战了。为了确保胜利，解决睡眠问题，德军司令部又想起了兰克博士和他的试验。在发动进攻的3周前，他们紧急就百菲丁的药效和使用剂量等等问题做了一系列研究，并正式把百菲丁列入到了国防军专用药品名录。1940年4月17日，德国国防军发布了军事史上史无前例的能量剂公告书，通知数千名部队军医、数百位集团军卫生监察官以及武装党卫军人员，说作为军需药品，百菲丁将会有计划的应用于战场，规定剂量为每人每日1片，夜间作为预防，可在较短间隔前提下连续服用2片，必要时还可在3-4小时后加服1-2片。为了满足需求呢，司令部为陆军和空军向泰姆勒药厂下了3500万片百菲丁的巨额订单。世界上第一支以化学毒品为武器的军队就这样诞生了。那么这一场由百菲丁控制的战争究竟打得如何呢？1940年5月10日，德国伞兵部队被投放到比利时国境附近，攻占了比利时北部的埃本埃梅尔要塞。这是一次佯攻，为的就是让英法联军坚信德军将会从比利时北部发动进攻，而真正的德军大部队已经朝着卢森堡边境靠近。这一战考验的是德军怎么样抢在法国集团军之前攻占法国阿登省边境重镇色当，然后强渡马斯河。德国陆军总部要求所有部队在形势所需时至少保证3天3夜不睡觉。为了完成这一目标，从5月10日到11日深夜开始，德军士兵们在指挥官的带领下，集体吞下了从军需官手里拿到的百菲丁。仅仅20分钟，这些冰毒就发挥出了效果，让士兵们拥有了高度敏锐的意识。趁着这股药劲儿，第一场战斗在次日一早的边境小镇马特朗日打响了。当时德军被驻守当地的比利时军队发现，守军所在的高地是一片没有任何遮挡物的山坡。德军想要占领高地，只能采取自杀式的攻击，从正面迎接比利时的炮火。但是在冰毒的帮助下，德国步兵没有丝毫犹豫，一路猛冲，径直杀进死亡地带。这么疯狂的场面可把比利时那边给吓呆了，当即就下了撤退命令。可是已经杀红眼的德军
并没有暂停进攻，反而是一路追杀，直到敌军四散奔逃不见踪影才停下来。3天以后，德军装甲军团抵达法国边境，色当已是近在眼前。德军的很多士兵这时候也突破了人体极限，整整3天毫无睡意。按照计划呀，德国炮兵在这天下午4点发起攻击，德国空军也在同一时刻对法军阵地实施轰炸。在百菲丁强大的药力影响下，德军已经忘了疲劳是什么感觉，所有人都犹如机器人一样机械地朝法军阵地上投弹。战斗异常惨烈，在几个小时以后，6万德国士兵、2万辆汽车、850辆坦克浩浩荡荡渡过了马斯河。一位亲历色当战役的德国军人事后回忆说，当时他们所有人都极度亢奋，大家坐在车子里面，满身尘土，疲惫不堪，可是却热情高涨。等法国援军抵达色当的时候，战局已经不可逆转。不知道是不是色当战役给法军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心理阴影。总之，从这一战以后，直到纳粹德国战败投降，法军再也没能跟上德国人的脚步，永远都在措手不及的情况下仓促应战，没有把握过一次主动权。用德国国防部报告里的话来说呀，法国人是被德军坦克的突然出现吓慌了，以至于无法组织起有效的防御。而法国自己的历史学家马克·布洛赫则将这个总结为法军精神上的挫败。作为参战老兵，布洛赫曾经这样描述当时德国进攻的场面，说漫山遍野，到处都是德国人，他们左攻右突，横冲直撞，他们相信行动，相信奇迹，而我们却相信死守，相信经验。在整个战役中，德国人总是出现在我们意想不到的地方，他们从不遵守任何规则。正如布洛赫所说，从色当战役之后，德军统帅古德里安打破了原有规则，不顾侧翼安全和后勤供应，一路驰骋，以最快速度抵达大西洋海岸，完成合围。英法联军在4天的作战中则一直处于蒙圈状态，找不出任何应对办法。乘着这股好战之力，埃尔温·隆美尔的第7装甲师在5月17日深夜抵达法国北部小镇索罗尔堡，和法国第5步兵师、第18步兵师还有部分第1装甲师撞了个满怀。不知疲倦的德军驾驶装甲车毫无顾忌，一头扎进法军营地，大开杀戒。隆美尔和他的魔鬼之师也凭借这一战成为德军传奇。而法国战役的另一个附加效果，就是似乎佐证了纳粹的种族学说。德国人开始相信纳粹宣传所言非虚，他们的确是名副其实的优秀人种。殊不知这一切的幕后功臣，其实是他们用于保健的冰毒。根据兰克博士事后走访调查，突破马奇诺防线的时候，服用百菲丁的德军最高行军速度可达每小时60到80公里。隆美尔的部队则在炎热的天气和荒山野岭的路况下，创下了日行240公里的军事世界纪录。不仅如此，在突击过程中，德军车队的驾驶员凭借每天服用2到5片百菲丁，外加1片巧克力当午饭，就能实现不间断驾驶，一次可走300多公里。有些前线高级将领直接把百菲丁当大补丸，一次就要吃掉6片，用以支持自己完成工作。当然，这么个吃法肯定会出问题。根据兰克博士的日记记载，德军中有很多40岁以上的中年军官在大剂量嗑药以后，明显感到心脏不适。第12装甲师的一位上校因为吃多了百菲丁，在法国游泳的时候突发心脏病猝死。一位少将因为持续作战体力不支，吃了百菲丁以后，在去往前线看望士兵的路上休克。反应最大的是装甲兵团第1预备队的一位上校，这哥们呢是连续4周每天2次，每次2片服用百菲丁，导致他从此患上心血管疾病。得知患病和百菲丁有关以后，这哥们马上对军队强制要求服用百菲丁提出了强烈质疑。除此以外，随着战争持续，很多军官和士兵显现了药物依赖、药物成瘾的症状。这些人药劲儿一过就情绪低落、抑郁，只能通过加大服药剂量来调整情绪。不过这种情况兰克并没有上报给上级，而是美化了调查结果。也正是由于他的隐瞒，德军很快就尝到了嗑药过度带来的后果。
1940年的6月，在敦刻尔克战役以后，希特勒掌握了军事控制权。由于闪击波兰和法国战役的顺利进行，希特勒深信德意志士兵战无不胜。可是他一点也没注意到，士兵们之所以能像机器人一样连续作战不睡觉，全是靠那几千万片百菲丁。在这种错误的认知下，希特勒制定了入侵苏联的巴巴罗萨计划。苏联在希特勒眼中就好比一栋破房子，说我们只要在门上踢一脚，整个破房子就会倒下来。1941年6月22日早上4点45分，由260万德军组成的3个集团军向苏联发起进攻。希特勒原本的设想这场战争不仅能够解决德国劳工短缺的问题，获取乌克兰提供的大量便宜食品，抢夺苏联的巴库产油区等等战争急需的补给，还能够进一步孤立英国，迫使其向德国低头。所以他认为，只要利用闪电战术，快速攻克苏联的西方领土，大约2-3个月就可以轻松结束战斗，连过冬的军服都可以省了。但是让希特勒没有想到的是，苏联红军竟然那么难缠。即便在开战头几个星期，德军已经占领大片苏联国土，即便已经俘虏了数十万的红军战士，可在他们眼前的仍然是无尽的土地和无尽的军队。这回连嗑药都不好使了。和攻打法国一样，从打入侵苏联开始，德军就准备了数量巨大的兵毒百菲丁，特别是陆军官兵。在开打之前，后勤部门一定会将药物分派到各装甲部队，一个军团在短短几个月就需要配发超过3000万片的药剂。但是莫斯科会战开始以后，随着天气变得越来越恶劣，德军彻底泥足深陷，下不完的雨和雾让这个路况越来越难走，所有行动和后勤补给都变得非常困难。到了初冬时节，苏联调集西伯利亚精锐部队发起反攻，又给德军造成了严重伤亡。这个时候，不少德军将领开始纷纷建言，希望希特勒能够立即撤军。但是一意孤行的希特勒却在成片反对声中发布了不惜一切代价坚持到底的命令。于是呢，整个战局发生彻底改变。前线德军只能在恶劣的环境中苦苦支撑。根据史料记载，当时有一支500人组成的德军小队，在莫斯科和斯大林格勒之间的伊尔门湖南岸被包围。当时他们是营帐被烧，粮草尽断，只能从一条小路逃跑。这500个人呢，就扛着沉重的背包和机枪，开始了长达14个小时的夜行军。走到快半夜的时候，所有人都已经精疲力竭，宁愿在雪地里冻死，也不愿意再往前挪一步。最后呢，是每个人吃了2片百菲丁，才强挺着回到了大部队。这样的例子在整个莫斯科战役期间每天都在上演。嗑药的目的已经不再是冲锋和进攻，而是为了坚持和活命。后来有一位参与莫斯科战役的德国军医回忆说，他们都知道这个百菲丁容易上瘾，能引发精神错乱、神经失调。他作为军医呢，是尽量少吃，能忍就忍。之所以百菲丁在苏联战场失去效果，主要原因就是吃药可以短期使人振作，打短平快的战役威力巨大。一旦转为消耗战、阵地战，百菲丁吃的越多，体力消耗的越大，尤其是睡眠。短期内大家都可以不睡，但是缺的觉早晚都得找时间补回来。就这样，没法持久的百菲丁削弱了德军原本的战斗力。可是这些不但没让德军反思嗑药的危害，反而激励他们开始研究更好的替代品。在二战后期，德国海军开始放手一搏。当时海上局势对他们十分不利，在大西洋战役中，德军已经彻底败北。图灵等人的努力又让英国意外破译了德军的电报密码，盟军的空中优势给德军造成重创，加上德国军工业的错误规划，迫使德国终止了潜水艇战。几件事赶在一块儿，德国海军不得不从内部做出重大改变，用以维持接下来的战争。正好这个时候，希特勒把研制中的小型作战武器视为抵御美军登陆的机会，其中包括德军新研制的双人潜水艇、迷你 U 型潜艇、炮艇、单人鱼雷快艇等一系列迷你武器，希望利用这些新装备，辅以精准打击的战术，对实力强大的盟军发动袭击。具体计划
是派小型作战船偷偷靠近敌人的巨型战舰，实施打击。可是想要达到这样的作战目的，作战官兵就必须在水下潜伏，连续几个昼夜不睡觉。这种情况下，只能维持48小时的百菲丁就不好使了。思来想去呢，德国海军只能找人研发一种能让人保持好几天不睡觉的新药。要说当时德国呢，这种疯狂的科学怪人也真是不少。人们很快就在德国驻波罗的海海军司令部卫生局找到了一名叫奥热霍夫斯基的博士。这个人啊不得了，入伍前他是基尔大学的药理学教授，如今呢是卫生局的上尉军官和首席药物学家。在德国占领法国期间，一直致力于兴奋剂药物研究。奥热霍夫斯基博士对德国海军的想法特别感兴趣，于是呢一拍即合，马上就开始研究。他们攻克的第一个课题就是为一种名为黑人的单人潜艇研制药剂。从外表看，它的形状就像2枚上下捆绑在一起的鱼雷，上部是士兵的驾驶舱和控制室，下面挂着一枚鱼雷。驾驶舱的顶上呢是一个有机玻璃做成的球形密封罩，士兵开起来就跟骑在炮弹上一样。这种潜水艇的优势在于鱼雷和运载器可以用普通机械瞄具瞄准目标，视线好的情况下，驾驶员甚至可以用脚踏板来控制发射。缺点在于发射完毕以后，驾驶员返回港口的时候，有机玻璃罩会露出水面，成为敌机的扫射目标。为了配合黑人的性能，奥尔霍夫斯基开始了这项敢死队计划的研发。资料显示，当时的小奥博士非常的勤奋，一出手就搞出了10种由优可达、可卡因、百菲丁、氢可酮等等化学成分按照不同比例加工而成的合成药物，并且在1944年3月17日进行了一次极具风险的人体药物实验。说根据小奥博士提供的配方，基尔海军医院药房共制作了50粒用于实验的药片，分别让蓝带训练营挑选了50名士兵将他们吃下去。结果呢，含有5毫克优可达、5毫克可卡因以及3毫克冰毒的第9号药物完美胜出，达到了可以让人连续几天几夜不休息也能精神十足尽情工作的效果。于是德国海军迫于战事，连副作用实验都没做，就把这种药投入到了海狸和黑人这2款微型潜艇的作战计划中。第一次备药500片。当然事情的发展也跟我们想的一样，参加此项任务的海狸潜艇驾驶员只有不到1/3的人侥幸生还，剩下的全被奇迹毒品严重的副作用给一波带走了。记录显示，服下9号1到2片，不出1个小时，人体就会产生明显不适。如果是精力充沛的人，就会出现短暂幻觉、双手发抖；身体疲劳的就会感觉肌肉紧张、膝盖无力。随着这个药效不断的发挥，服用者的中枢神经会被麻痹，决断力和思维产生障碍，体能减弱，判断力也随之下降。严重盗汗后还会产生明显的酒醉感、疲倦感。让这样的队伍去执行死亡任务，哪有成功的道理呢？不过这一次的失败并没有挫败德国人的锐气。面对越来越严峻的军事形势，德国海军又把希望寄托在一种名为海豹的袖珍潜艇上。据说呢，这种能载2枚鱼雷、下潜能力超强的小型潜艇使用了革命性的技术。德国海军打算用这种潜艇前往泰晤士河口和诺曼底海滩，炸沉盟军船只。完成任务的关键在于如何让驾驶员在吃饭用小锅、大小便都用饭盒的异常狭小空间里连续待上整整4天。就这样，他们又找到奥尔霍夫斯基，让他为海豹配备一款能让士兵连续4天每天24小时都能保持战斗状态的提神剂。有了上次的教训呢，这次学聪明的奥尔霍夫斯基不再使用混合性药物，而是利用高浓度可卡因和高浓度冰毒制作了可卡因片剂和口香糖形式的毒品。海军方面也比上次谨慎，不再让士兵冒险，而是联合党卫军找了一个试验田，它就是位于柏林北部的萨克森豪森集中营。萨克森豪森集中营始建于1936年柏林奥运年。战争结束前这里关押过来自40个国家的20多万名所谓的罪犯，其中有数万人死于饥饿、疾病、劳役、虐待和药物实验。为德国海军试药的就是这里臭名昭著的嗜血突击队。
被拿来当小白鼠之前，这个突击队的主要任务是通过高强度长时间行军，为德国各大制鞋公司测试鞋底的耐磨度。1944年11月17日到20日，德国海军以秘密突击任务为名，征用了试鞋队的170名囚犯，让他们在晚上8点30分吞服了含有50到100毫克的高浓度纯可卡因药品和含有20毫克可卡因或者百培丁的口香糖，并且让这些人从9点钟开始在试鞋跑道上奔跑，一直跑到第二天清晨4、5点，这些人双脚肿烂不能再跑为止。经过几次这样的试验，德国人发现服用这些药的人大多可以坚持24小时连续奔跑，而且没有明显的副作用。这其中有个3号服药者，这是唯一一个服用了75毫克可卡因的20岁的年轻人，不但可以一直撑到第二天上午，还能在走完96公里以后依然毫无倦意的在牢房里边聊天。经过整整4轮试验，这个德国海军最后选择了由20毫克盐酸可卡因和精炼可卡因加工而成的口香糖，作为德国挽回败局最后的杀手锏。1944年12月7日，5000名年仅14到17岁的希特勒青年团成员穿上海军军服，坐进犹如大号棺材的微型潜艇。这些年轻人不知道的是，在他们戴上军帽吃下临时加工的药片口香糖那一刻，他们当中的绝大多数人将葬身大海。很多年后，几名当年的幸存者曾多次回忆他们服药以后驾驶海豹执行任务的情景，说这个海军高层为了让这些潜艇兵安心出航，每次都会给他们发放5粒红色药片，还轻描淡写的交代只要觉得困就吃上1粒。但是这种含糊不清的表述常常让潜艇兵们很快就把药片吃完，他们中的很多人体验到了4天4夜不睡觉的滋味。其中创下最高魔鬼记录的是一名指挥官。1945年4月，他作为少有的潜艇驾驶员，驾着海豹在海上活动。由于服药的缘故，他经常出现幻觉，把被击落的战斗机看成了是一只扑向自己的乌鸦。幸好关键时刻他没有被击中。脱险以后，他和同伴靠每天服用15到20片小药片，创下了连续7天不睡觉的终极纪录。直到他们的潜水艇被盟军俘虏，这才让他们解脱。而当年进入他麾下的那些头戴剑鱼军帽的年轻士兵，如今依然躺在钢铁打造的棺材里，孤独地沉睡在漆黑的海底深处。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人类历史上最为惨痛的集体记忆之一。无论是对遭受迫害的受害国，还是发起侵略的纳粹德国，其最终留下的都是惨痛的历史教训。纳粹德国的所作所为可以归结为咎由自取，因果报应。纳粹德国的最终的结局也时刻提醒了我们，当国家机器成为反智主义的推手，科学理性将让位于集体狂热。从大力出奇迹的波兰战役到比拼极限意志力的莫斯科会战，每一个事实都昭示了，当制度防线溃败的时候，每个个体的道德选择都将成为决定文明存续的关键砝码。无视道德，不择手段，只会滑向无尽的深渊。科技与医学手段本可用于救治改善人类生活，却被扭曲成了残酷的杀人工具。这段历史提醒我们，任何以胜利为名不顾人权与道德的做法，都极可能引向灾难与耻辱。希望今天的重温不仅是为了揭露历史的真相，更是为了警醒未来。科学不能凌驾良知，军事不能牺牲人性。好了，读历史知善恶，谢谢您收看收听本期烽火战争密码，这里是烽火赵东南。如果喜欢，欢迎点赞订阅，打开小铃铛，可以及时接收我的信息。本期节目到此结束，我们下个周五不见不散。